我来到了缅北与中国的交界地带，左侧是缅甸克钦邦，右侧是中国云南的腾冲。今天我将去探访中缅边境的侯桥镇和侯桥口岸。我搭乘的小面包车，去年还在跑云南侯桥镇到缅甸甘拜地的线路，坐这个车就可以从云南直达缅北。2024年10月底，克钦独立军攻陷克钦邦第一特区首府板瓦。11月20日，克钦独立军攻克甘拜地口岸后，克钦邦境内中缅边境缅方一侧所有口岸均已被克钦独立军控制。因为频繁的战乱，两边政府都严格管控人员流动，于是这条从中国边境直通缅北的客运线路也就无法继续了。一路上车辆稀少，更难见到行人，我的内心是慌乱的，毕竟普通人听到缅北这个词都充满了恐惧。我的这趟缅北边境之行，内心也是充满了忐忑与紧张。我是从腾冲市区出发，乘坐乡村中巴车去中缅边境的侯桥镇。车站并没有挂牌，也比较简陋。管理员大姐见我各种角度拍摄，紧张地问我是不是来检查的。我赶紧回答是去侯桥镇赶集的。管理员大姐将信将疑。中巴车准备从车站出发前，管理员大姐登车监督乘客系好安全带，极其仔细严格。看来大姐的内心仍然怀疑我是来暗访检查的。乡村中巴开出城区，田园风光开始进入眼底。腾冲的夏天太凉爽了，车窗外的风简直就像空调出风口吹出来的。中巴车这段行程是从腾冲市区到侯桥镇，这段行程我是不担心的，因为同行的人多，而且侯桥镇离中缅口岸还有20公里的距离。最让我不安的行程是下一步从侯桥去边境口岸。我在网上查到的信息是要做这种去缅甸甘拜地的小面包，万一被黑心司机直接拉去缅北卖了，那后果简直不敢往下想。10年前我到过泰国北部地区，地形地貌和这里很相似，如果把文字换成泰文，路上再多一些皮卡车，基本就可以假装在东南亚。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巴车抵达侯桥镇。今天正好是侯桥镇赶集的日子，每5天才轮到一次。镇子主干道两边多了许多摆摊的摊位，人流量也比平时大很多。许多店铺的招牌上都有蚯蚓一般的缅甸文字，给这个边境小镇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息。差不多也到了午餐的时间，我选择品尝腾冲著名的稀豆粉和大救驾。稀豆粉是用豌豆经过泡发、研磨、过滤，得到细腻的豌豆粉浆，吃的时候可以搭配各种奇怪的调料，所以味道也显得很新奇。至于大救驾，则有一个故事，相传清初吴三桂率清军打进昆明，明朝永历皇帝逃往滇西腾冲，饥饿难忍时，一户农家将饵块、火腿、鸡蛋、青菜等炒在一起给他吃。永历皇帝吃后赞不绝口，称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从此腾冲炒饵块便有了大救驾的别名。大救驾的是将饵块切成菱形片，搭配鲜猪肉片、火腿片、酸菜、葱、菠菜、西红柿、糟辣子、鸡蛋等，加入少量肉汤焖软。掌勺的女老板说，可不要小看她嘞，她可是在腾冲餐馆里干过几年的。饵块的分量已经切了很多，还问我够不够，不够的话再给我加一大块。我赶紧谢绝，这个分量已经大大超过我平时的标准了。吃饱肚子后，我在侯桥镇闲逛了一圈，因为是贸易口岸的关系，会有许多中缅两国的货车经过，镇子规模还算不错。两边的摊位上会出售一些在大城市很难看到的商品，当然也少不了风靡全国的奶茶和零食连锁店。商业是最强大的渗透力量，它能轻易穿越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缝隙，让人感受到世界大同的景象。镇子上公厕不好找，我正好经过侯桥镇为民服务中心，是中午休息时间，办公区的大门是锁着的，但大厅是开放的，厕所也是开放的。在云南的旅程中，我不止一次发现政府部门的大门上挂着免费向老百姓开放厕所的牌子，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个人非常赞赏，希望全国都向云南学习。接下来我便要坐车去口岸。在小镇不好打网约车，但看着那些不太正规的小面包，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我在镇子上又闲转了2圈，内心反复权衡。当黑而精瘦的小面包司机老哥再次主动向我拉客，我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车牌号，发到了我那有50人以上的相亲相爱大家庭微信群，然后上了他的车。
腾冲的天气凉爽，不用关车窗，这让我也有了更多安全感。我的预案是，如果发现司机偏离导航，把我往偏僻的地方带，或者有其他同伙配合试图控制我，我将大喊救命，并从车窗逃跑。虽然我也感觉到，在这种荒山野岭，我叫破喉咙都没有用。司机老哥是本地的汉族，给我介绍了一些当地的情况。他在去年缅北大战之前，主要是跑侯桥镇到缅甸甘拜地的客运路线。那时中缅边境秩序正常，许多缅甸人来云南这边打工做生意，许多中国老板也去缅甸种香蕉做贸易，人员往来较多，生意还算不错。老哥有边民证，进出缅甸都很方便。去年下半年缅甸战乱之后，两边都开始严格管控人员流动，没什么人坐车了，侯桥到甘拜地的路线也就停了，现在就只能拉点散活。我提出要中途参观史迪威公路的老桥，老哥非常配合。侯桥是史迪威公路通往印度支那半岛的要冲，是中国通往密支那的最后一站，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承载着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等重要功能。作为史迪威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老桥见证了二战时期中缅印战区的历史，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的重要通道。1943年，美军在此位置上架设了一座军用贝雷桥。1945年建成史迪威公路钢架桥。1963年，该桥被改建为水泥钢缆吊桥。在桥头有几间荒废的小房子，还有史迪威公路和老桥的介绍。我猜测应该是当地政府曾设想把这里开发成景点，但因效果不佳而放弃。司机老哥告诉我，桥头的那几栋房子之前曾开过餐馆，估计也是因为游客数量太少，最终倒闭而废弃。走在桥面的木板之上，两边山峦起伏，桥下巨石嶙峋，水流不断。按我看，这里不仅有历史事迹沉淀，风景也非常秀丽，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旅游景点。希望在未来它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继续往口岸前进，穿过隧道后，看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距离缅甸密支那135公里，距离缅甸甘拜地只有17公里。看来缅北就快要近在眼前了。越接近边境地带，路上车辆越发稀少，路两边也基本没有民宅。我也知道，只要是在我们国境之内，在边防战士的守护下，我的安全大概率是有保障的。而这位友好的司机老哥，大概率也只是想要赚我80元的往返车费，而不是要把我当猪仔卖去缅北嘎腰子干电诈。到达侯桥口岸，我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口岸的周围围绕着一大圈的5星红旗，所有的指示标牌都使用了中缅双语。因为缅甸政局不稳，双方的贸易往来比之前少了很多，口岸就显得很冷清。偌大的边境物流场，停靠的大货车非常少，偶尔能看见几辆挂着红色车牌的缅甸货车。这一条沿街商铺有进出口贸易超市、餐馆、手机店、药店等，但看上去都没什么生意。手机店里挂着一个牌子，招聘缅甸工人。超市里应该有一些缅甸的商品，仔细看发现大部分都来自泰国。口岸旁边有一个傈僳族的村子，估计是按照乡村旅游的标准修建，整洁的青砖路面，颇具民族风格的大门，不管是房屋还是护栏绿化，都显得很有设计感。其中几户都开了民宿。村中心甚至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又像是一个舞台。广场旁有一个傈僳族民俗文化展示馆，不过大门紧锁，不再开放。眺望远处，雾锁山峦，令人胆寒的无主之地。缅北就在山的另一侧。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对面的缅甸克钦邦，它位于缅甸北部，与中国的云南和西藏交界，总人口约200万。密支那是克钦邦的首府。克钦邦最早属于掸族先民建立的哀牢国领土，后随陆川国并入大明国，成为大明国云南省的一部分。大明末年，克钦邦地区归附缅人东须国。缅甸的克钦族约有100万人左右，大多信仰基督教。中国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是同源的关系。对于缅甸克钦邦，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民族地方武装克钦独立军。克钦独立军，英文缩写 KIR， 本名克钦人民解放军，是缅甸联邦最大的民族自治武装之一。1961年2月5日，克钦族领导人左塞、左突等人在腊戍附近的克钦山村创立了克钦独立军，提出建立克钦共和国的目标。1987年5月，
缅联邦政府军对其进行大规模围剿，其中央政府被迫退到靠近中国云南省盈江县边缘地区。1994年2月24日，缅甸政府与克钦独立军签署和平协议，克钦独立军成为第10支与政府和解的少数民族武装。缅甸军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设立克钦邦自治区。2010年起，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冲突不断升级，双方多次和谈，但始终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克钦独立军兵力估计不超过 1.5 万人，分为5个旅，另有约 3.2 万名政府工作人员，还有部分预备役人员。主要装备为轻武器，一部分来自缅共武装分离时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缴获的缅甸政府军装备。主要经济来源玉石和木材贸易等。克钦邦经济非常落后，对外输出的产品主要以自然资源为主，通过境内的雷扎口岸、甘拜地口岸向中国出口香蕉、橡胶、大米、黑芝麻、蚕茧、碎米等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则完全依赖外部进口。其中甘拜地贸易基地是缅中边贸中第3大贸易基地。2022到2023财政年度对外贸易出口21500万美元，进口1000万美元。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缅甸克钦邦对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2亿美元的收入不是一个小数字。克钦邦地方武装垄断了开采玉石与木材的权利，与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合作，开采玉石和原木并出口到中国。克钦邦境内主要使用缅币和人民币。在英国统治缅甸期间，克钦邦开始鸦片种植，后克钦独立军和克钦新民主军在控制区内大量种植罂粟，高峰时期罂粟种植面积达30多万亩，年产鸦片近400吨。此后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援助，帮助其发展替代种植。到1998年后，2个特区内基本实现了罂粟禁种。克钦邦同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克钦邦境内的克钦族、傈僳族与中国云南省怒江、保山、德宏境内的景颇族、傈僳族是跨国境线而居的同一民族，语言相通，习俗相同，交往频繁。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多次和谈均在云南省瑞丽市进行。2015年1月初，缅甸军方为切断克钦独立军财政来源，开展打击非法伐木人员的行动，有100余名中国籍人员被抓扣。随后克钦军总司令部发起中缅友好救援1号特别行动，305名被困战区的中国伐木、矿山、淘金务工人员经由克钦军总司令部的安排后，分期分批突破了缅甸政府军的封锁线，并回归中国。2016年6月2日至4日，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率团对克钦邦密支那市开展访问。克钦邦的克钦独立军也曾寻求美国帮助。2014年4月，缅甸克钦独立军副总司令桑鲁甘茂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美国并未提供实质性援助。2015年1月11日到15日，美方代表团访问缅甸，其中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等数名军方高官访问了缅北克钦邦首府密支那，与缅甸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密支那军区指挥员及旅级前线军官会晤。2014年，果敢彭加生复出，并在克钦独立军的帮助下组建武装力量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也就是说，现在的果敢同盟军实际上早期主要得益于克钦独立军的扶持。2016年11月，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结盟，组成缅北联合阵线，共同对抗政府军。结束口岸的游览，要开始返程，友好的司机老哥显得更加慈眉善目，我也是彻底的放下了戒备。每一个身处中缅边境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这国境线像是隔开了2个世界，一边是延绵几十年的无尽战乱和生活困苦，一边是国泰民安、繁荣稳定。当我们在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努力奋进，不知道缅北的美好未来何时才会降临。猪八戒居然是云南人，全世界唯一的供奉猪八戒的寺庙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最神奇的是，八戒寺在吴承恩写《西游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八戒寺和当地还有许多非常特别的故事，今天我将去实地探访这座神奇的八戒寺。从保山市区到八戒寺有14公里左右。网约车司机告诉我，去年之前还经常有缅甸人来保山打工，
做砍甘蔗之类的工作。从去年缅北大战之后，缅甸人就很难过来了。我问司机小哥，为什么宝山底下的县级市腾冲比大哥宝山的名气还大？司机小哥回答，腾冲有火山，有温泉，有远征军事迹，所以名气大。路是越开越偏，基本是开进了农村。从观感上看，云南农村的房子修的都还挺不错的，可能也是因为这里靠近城市，大家的收入会更好一些。到达八戒寺，路旁的候车站台被一位画画爱好者画了一幅天蓬元帅的漫画。悲催的是，画中大师兄的身形比主角还更大，更威风。两位年迈的阿婆，一人坐一边，看着一个远道而来的傻傻的旅行者，小声的交谈。跟着新潮的漫画对照，显示着艺术与现实的荒诞融合。站台上尽是各种破旧的座椅，如果没有动，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八戒寺是我见过的最寒酸的寺庙，没有之一。前后两进，前面那已经被改造成了当地的老年协会。我进去参观的时候，有老年人在里面活动娱乐，麻将声声声入耳。第二进才是寺庙殿堂。这个寺叫八戒寺，但实际上二师兄比较可怜，入不了正殿，只能深居偏殿。毕竟观世音菩萨、地母菩萨、文殊菩萨等地位更高。八戒塑像肩扛9尺钉耙，头戴僧帽，足穿麻鞋，身穿蓝布衫，挺着个大肚子，一副憨厚老实样。原来的塑像已在文革中被毁坏，塑像是重塑的。墙上写着八戒寺的来历，里面有一个重点信息：猪八戒出生于距此1公里外的卧佛寺石花洞，而这里所说的西庄就是高老庄。从这里可以得到2个冷知识：猪八戒是哪里人？他是云南保山人。高老庄在哪里？在云南保山。据说八戒寺求姻缘最灵验，算是单身狗的心灵圣地。视频的下一节，我将继续深挖八戒寺的惊天大瓜。八戒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供奉猪八戒泥塑金身的寺庙，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早在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之前，这里就有了猪八戒的传说。有观点认为，吴承恩笔下猪八戒的原型便出自此处。八戒寺的传说有好多个版本，我只选择了其中一个。猪八戒当年为妖时就在高老庄一带活动，后来猪八戒变化成一个农家后生，到高太公家上门为婿，不想与高小姐成亲后不久，那一副好吃懒做的猪相便渐渐露了出来。为免生事端，猪八戒便与高小姐搬到了村后的小林岗居住。经观音菩萨点化，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这里，便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沙和尚同保唐僧西天取经。高老庄也因此改名为西庄。八戒得道成仙后，村里人便在西庄为7建庙宇，塑金身，常年供奉，香火不断。不仅西庄村，周围乡寨的居民们也非常信奉猪八戒，他们常常相携而来，祈求八戒能保佑他们。据说这座寺庙非常灵验，尤其是有关男女姻缘的心愿，几乎算得上是有求必应。西游记和八戒寺哪个更早？从八戒寺的立庙时间始于唐代来看，显然不是先有西游记后有八戒寺的。那么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如何知道这个故事的？据有关研究资料来看，吴承恩并没有到过明代永昌郡，也就是今天的宝山。但西庄村大部分老人都十分肯定地说，他们的祖先与吴承恩有接触，猪八戒高老庄娶亲的故事就是由这些人讲述给吴承恩的。但双方相距万里，他们是怎样接触上的？后来查到，明朝初年，戴氏、高氏2大家族最先从江苏迁入此处。2000年的时候，西庄村一位叫张海元的人曾专程到江苏考察过，村里的董姓家族却是江苏淮安人，曾与吴承恩家族是亲戚关系。明代董氏族人在回江苏老家淮安探亲时，吴承恩曾专程赶到董家看望。当时这位董氏亲戚讲述的有关西庄村猪八戒传说的故事，使当时60多岁正着手收集资料打算创作《西游记》的吴承恩如获至宝。发生在西庄村猪八戒娶亲的故事，基本上被搬进了《西游记》的第18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大圣除魔的章节里。这段情节充满了悬疑推理，简直比电视剧还更有戏剧性。据说八戒4求姻缘比较灵验，我个人则比较疑惑，难道是反向操作？猪八戒最著名的就是调戏嫦娥，但求而不得，而且占到的便宜很有限。
西游记》原著里描述，猪八戒扯住嫦娥要陪蝎，嫦娥再三再四不依从，东躲西藏心不悦，但猪八戒色胆如天教四雷，险些震倒天官缺。从这些情节来看，猪八戒仅仅对嫦娥有言语上的轻薄，顶多伴有拉扯等肢体动作。随后他被押赴凌霄殿，一审被判死刑，多亏太白金星求情，才改刑重则2000锤。说了几句虎狼之词，就被重打2000锤。二师兄自己都心里苦，还能保佑你们约会成功，相亲顺利？我倒是觉得抑郁的朋友可以来八戒寺拜一拜，毕竟二师兄心胸豁达，凡事不往心里去，心理极度健康，精神内耗为零。游览完八戒寺，我的下一站是板桥镇的一条老街，是明清时期滇西地区重要的商贸通道之一，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条街上最著名的就是这家百年老茶馆，自清朝道光年间开业，至今已有180余年历史。茶馆保留着老式木架结构、老旧桌椅等，充满年代感。这里按客收费，3元1人，可免费续杯且不限时间，使用百年土灶台烧水泡茶，茶叶为本地生普。老茶馆斜对面的桂香楼是百年非遗老字号糕点铺，其糕点制作工艺源于南京，祖传7代，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店铺只卖传统龙阳老式糕点，如红糖糕、透心绿豆糕等，以甜而不腻、久存不坏著称，包装沿用草纸红线的古早方式。我买了2包，一共花了25元。结束老街的游览，准备回市区时，一位儒雅的高个子游客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大明。我的内心很是惊讶，从疫情开始，我的旅游自媒体事业便进入了半退休状态，这几年已经很少在路上被观众打招呼。这位儒雅的高个子观众应该是一位腼腆的理工男，我俩都故作镇定地聊了一些旅游相关的话题，然后挥手告别。换成以往，我都会要求粉丝在我的视频下评论一句大明真人比视频上帅多了，但这次面对这位理性务实、讲究逻辑性的理工男，我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我害怕他过不了自己的良心这一关。想带你去云的故里，张开翅膀听风的梦呓，想和你在新的花期，背上行囊去芬芳之地。人生的旅行无数偶遇，辗转的命运却围绕着你，这旅途有你，风吹过繁华如雨，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懂了陪伴的意义，这人生有你，花落下万千涟漪，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才是最珍贵的际遇。人生的旅行无数偶遇，辗转的命运却围绕着你，这旅途有你，风吹过繁华如雨，凝结
时光的欢喜愁绪，懂了陪伴的意义，这人生有你，花落下万千涟漪，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才是最珍贵的际遇。这旅途有你，风吹过繁华如雨，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懂了陪伴的意义，这人生有你，花落下万千涟漪，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才是最珍贵的际遇。云南的无名小县居然有1200多对双胞胎，神秘井水喝了就能生双胞胎。我来到了云南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它是中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这里生活着1200多对双胞胎，双胞胎出生比例达8.7%，是世界平均概率2%的4.35倍，被誉为双胞之家、双生之城。在墨江县有2口双胞井，传说新婚夫妇喝了双胞井的水就会神奇地怀上双胞胎，不少外地人来此喝井水后也生下了双胞胎，这让双胞井名声远播。今天我就要去实地探访这神奇的墨江县。初到墨江县城，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少数民族风情很浓郁，高架桥上也画着一些传统图案。哈尼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3.3%，是中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我问了一下司机，哈尼族都有哪些姓氏？司机回答和汉族几乎一样，姓李、姓王、姓张的哈尼族非常多，他们也过春节、贴春联，但也有打陀螺、跳三弦舞等民族特色活动。我直奔重点，墨江双胞文化园，走在街头，有许多和双胞胎相关的招牌。这条路叫双胞大道，这是双胞大酒店，这是国际双胞小镇的双胞商业街。到达中国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正面是破壳而出的双胞胎雕塑，里面应该是2个婴儿，旁边有2个双胞井纯净水的模型。门票是20元每人。我问售票员双胞井纯净水在哪里可以买到，售票员说没有这种瓶装水卖，可以到里面的双胞井自己舀着喝。大门口可以看到有人提着2桶水，不用怀疑，这肯定是从双胞井里面打的水，看来大哥还准备拼双胞胎。进门处石头上刻着双胞井的传说，不足之处就是难以看清。在这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做成了双份的，比如这2个烟灰桶，这2个小水池很像双胞井，但水质非常糟糕，也没有标志牌，所以我觉得它们不是双胞井。墨江县自2005年起，每年5月1日至5日，在云南省墨江县举办墨江北回归县国际双胞胎节，有双胞风情大巡游、国际双胞才艺表演等活动。这条双胞文化长廊展示了历届双胞胎节的活动照片，满眼都是国内和国外的双胞胎照片。今天旅游的重头戏到了，这里就是著名的双胞胎井，左边是男孩井，右边是女孩井。想生双胞胎男孩就取男孩井的水喝，想生双胞胎女孩就取女孩井的水喝。那么问题来了，想生龙凤胎的应该怎么喝呢？留给聪明的观众们在评论区讨论。这不禁让我想起《西游记》的女儿国，喝了子母河里的水就能怀孕，唐僧和猪八戒当时就怀了孕，
喝了解阳山落胎泉的泉水才化解。这位大妈在男孩井里取水，告诉我要夫妻双方饮用才有效。双胎井的前面是一对童男童女的雕像，雕像尴尬地使用了写实的创作手法，男童撒尿还算正常，女童口中吐水则显得有些怪异。双胎井后面有工作人员售卖水杯和水桶，明码标价。一转眼，大妈又转到女孩井开始取水，看来大妈估计是要希望自己的儿女生龙凤胎。我问大妈，这个水可以直接喝吗？大妈说当然可以。我用长焦镜头拍了一下水质，虽然比较清澈，但水面上还是有一些漂浮物。在墨江，除了人类双胞胎数量众多外，还存在许多动植物双生现象，如双胞芭蕉、双胞棕树、双胞玉米、并蒂南瓜、双胞牛等。双生现象在这里屡见不鲜。墨江为什么容易生双胞胎？民间探讨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遗传因素，当地居民特别是哈尼族本身可能有生双胞胎的遗传基因，只是以往秘而不宣，经过长期繁衍，如今可能出现集中爆发的情况，使得双胞胎数量相对较多。第二，气候与水土，哈尼文化研究所所长赵德文认为，北回归线穿越墨江县城，其南北气候温度不同，导致水土方面以及人体的一些元素基因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可能是墨江繁衍双生物种的原因之一。第三，也有人认为可能与墨江丰富的饮食或水质有关。有研究表明，当地水土中富含的锌、硒等微量元素可能对促进排卵、提高双胞胎几率具有特殊作用。墨江的黑米、野菜、土茶等食物中含有较高的雌性激素，有助于提高女性生育能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双胞胎的出生率。以上的种种猜测，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定论。至于当地传说喝了双胞胎井的水就会生下双胞胎，墨江县疾控中心的检测结果表明，双胞胎井水与其他地方的水相比，只是浑浊度和色度特别低， pH 值稍偏碱性，正常饮用很安全，但无法证明喝此井水能生双胞胎。也许人们来双胎井取水喝，更多只是代表一种美好的祈愿，希望子嗣昌盛。最后问题来了，请问我的无人机炸机落水，多长时间后才失去拍摄能力？地道球场对面停车场，演出地点：地道球场对面停车场。今晚8点隆重上演大型高空星盘杂技，等40余套大型节目。来，检票啊！来，检票入场。来，通过网上购票的朋友，来抓紧时间兑换咱们的入场券啊！来，抓紧时间兑换一下咱们的入场券啊！来，亲爱的好朋友们，来现场马戏的朋友，来抓紧时间啊！来，过人。哇！爱上生影业，天涯共此时。伴随着优美动听的音乐，本场演出现在开始。
非常的精彩啊！继续拿掌声送给他们。不断增加，难度在不断增大。在这里，我们的演员呢带来的是比较忙碌的表演。朋友们也知道，在生活当中呢，忙碌的生活使我们的身体呢变得是非常的劳累，而且呢也会特别的。来4号，4号，来1号，1号。距离是越来越短，再来一次。距离只有5公分，只有5厘米，能看他的准度。我希望好朋友来点掌声，先送给他。好。哇，不可思议哦！吓跑了，这个大家。哇，够好！双手，双手，双手。中国这边呢，它也是非常的和谐，特别的具有一种